当下发生的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成为了现代轻武器的秀场，各国都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研发的轻武器送上这个目前为止最复杂的战场，来验证它们的可靠性。而到目前为止，在如此恶劣和严峻的环境下，被参战士兵大幅赞誉的并不是传统的 AR 或者 AK， 而是东欧某国一款名不见经传的步枪 CZ805。如果各位观众对于枪械有所了解，那么听到 CZ805 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款步枪到底是谁制造的。因为其名称 CZ805 开头的 CZ 两个字母就已经表明了它的生产商，即来自捷克的捷克兵工厂。而由于其总部位于捷克共和国乌赫尔布罗德，所以它也一般被称为布罗德兵工厂。这个兵工厂原本并不以突击步枪而闻名，它的另一款武器 CZ75 手枪以极高的可靠性以及出色的精度，深受世界各国竞技射手的喜爱。而制造步枪，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CZ805，却是这个兵工厂最名不见经传，但却也是最深耕的业务。当我们提及捷克时，这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尤其是军工生产能力，与其国土面积是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反差的。在一战期间和二战早期，捷克生产了 LT35 和 LT38两种轻型坦克。这两种轻型坦克在捷克沦陷后，成为了纳粹德军早期的绝对主力，一直用到巴巴罗萨行动时期，才逐步退居二线。而其轻武器也是相当出色，不仅有在抗战时期被广泛使用的 ZB26 轻机枪，还有当时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制造的 ZH29 半自动步枪。等到了二战后，捷克被划归华约阵营，此时这个小国的军工业才是真正崭露头角。捷克斯洛伐克在冷战时期是唯一一个不使用苏军 AK47 AKM 步枪的华沙成员条约国，而且和东德仿制 AK 生产出了 MPI KM 这种 AK-like 不同的是，捷克选择了一条自己设计并制造枪械之路。他们在1950年代末期开发了 SA VZ.58， 虽然外观上 VZ.58 看起来和 AK 长得差不多，但是二者使用的内部组件截然不同。AK 使用的是长行程活塞导气式自动结构，而 VZ.58 使用的则是短行程活塞导气。而且捷克人对于轻武器的想法也不至于此。VZ.58 最开始设计了属于自己的 7.62 乘45毫米弹药，如果不是苏联强制要求所有华沙条约成员国使用 AK 的7.62乘39毫米弹药，那么我们将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 VZ.58。而在这之后，随着华约更换 5.54 毫米弹药，捷克自然也要更换这种弹药。1977年，布尔诺通用机械制造厂研发中心开始了一项名为拉达 S 的使用 5.54 毫米弹药的新型步枪制造计划。这些武器于1985年底制造出来，从1986年开始测试，并于1989年11月获准生产。但熟悉历史的观众们都知道，很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捷克也在1990年代后期有望被北约接纳，成为北约的一员。为了子弹的通用性，拉达项目又被重新提上日程。这次他们将发射 5.56 乘45毫米北约标准弹药，拉达项目被更名为 CZ2000。但很明显，没有人会喜欢一种在21世纪发射 5.56 毫米弹药的 AK。所以，捷克决定搁置 CZ2000的换装，将其转为民用进行出口。在此期间，吸收更多的北约先进轻武器设计思路，从而达成一种在新世纪设计的一劳永逸、可以持续使用的下一代突击步枪。根据对世界各国陆军所使用的 5.56 毫米突击步枪的定义，捷克人发现，对于类似于 AR-15 的突击步枪及气吹式自动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而且 AR 系列枪族过于死板的结构也是一个大问题，它无法对导气座进行调节，以适应不同的脏污，也无法在枪托折叠情况下开火，让士兵在步战车内备受煎熬。所以，捷克提出了一项基于拉达 S 的新步枪，被称为805项目。新的805项目被指定为一种捷克陆军下一代步枪，在外形结构上，它的枪托必须可折叠，以适应捷克陆军的机械化需求。
在内部设计需求中，必须使用可调导气结构，以便让武器在进入污物之后还能持续运作。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武器必须要有多口径互换功能。一方面，在捷克陆军中依然还有数量庞大的 7.62 乘39毫米 M43 步枪弹等待消耗；另一方面，拥有多口径互换功能也可以让武器方便出口，给捷克创造相当可观的外汇。但这个想法很好，可捷克的钱包却不允许。陆军在多次磋商之后，最终决定不是一口气为整个陆军更换步枪，而是逐步替换。特种部队首先收到了大毒蛇的 M4A3 突击步枪，作为一段时间内的替代。而在经过重新考虑之后，805项目被重新规范命名，被称为 CZXX， 意为下一代突击步枪。而在样枪出来之后， CZXX 就被更名为了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CZ805。在综合上述需求之后，布罗德兵工厂重新设计了数款样枪。首先是最基础的使用中间威力步枪弹的 A 型，这个型号内部结构可以使用包括 5.56 乘45毫米北约标准步枪弹、7.62 乘39毫米 M43 步枪弹，以及最时髦的 6.8 毫米雷明顿 SPC 弹药。因为其弹药的特殊性，所以 A 型基本上可以被确定为是一种突击步枪型号。而除了 A 型之外，还有 B 型的样枪，这是一种可以发射全威力弹的型号，允许发射 7.62 乘51毫米北约标准步枪弹以及.300温彻斯特马格南步枪弹，并且这些武器都有不同的3种枪管长度，分别是最短的近战卡宾枪长度、中等的步枪长度以及最长的指定射手步枪长度。2006年11月 ，CZS805 被提交给陆军参谋长，但仍然没有订购。然后 CZ 公开展示了这种武器，并花了3年时间在展览中展示它。直到2009年11月，捷克陆军才终于发布了新型步兵步枪的招标。但在招标时也比较有意思，虽然 CZ805 拥有如此之多的变体，但是在竞标时，他们只提供了 5.56 毫米口径的步枪和卡宾枪2种亚型，以及同样配置的可以发射 AK-47 子弹的武器作为备选。在经过竞标之后， CZ805 和 FN SCAR 进入了最后的角逐。最后，出于保护本国工业的考虑， CZ805 理所应当的成为了竞标胜利者。2010年3月18日，捷克陆军宣布正式订购 CZ805， 并开始进行换装。CZ805 是捷克陆军目前现役的步兵武器，它采用了捷克陆军自 VZ.58 步枪上就开始使用的短活塞导气系统，枪机则是使用了多凸损的刚性回转闭锁枪机。在活塞前方有一个可调节导气箍，可以调节从枪管中进入活塞的燃气量。这个可调节导气箍有2档，分别是正常和加量。加量档有助于在恶劣情况下射击，因为过多的火药燃气会强制活塞后座，从而保证枪机运动的可靠性。在人机功效上， CZ805 拥有双边快慢机以及双边弹匣释放按钮。它的抛壳窗和垃圾柄分开，垃圾柄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拧螺丝来进行左右互换，所以即便是左撇子也可以非常轻松的使用 CZ805。此外，虽然 CZ805 在 A 型原厂上标配的是不可伸缩以及不可调节托塞的聚合物折叠枪托，但这一点已经在 CZ805 波恩2上解决，新枪换装了可以调节托塞以及长短的枪托，进一步增加人机功效。捷克陆军以及目前在乌克兰使用的 CZ805 一般拥有2种规格的枪管，一种是近战卡宾枪，拥有11英寸的枪管，而标准的步枪型号则拥有14英寸的枪管。2种枪管可以有效保证步枪命中400米左右的目标，对于日常交战环境来说完全够用。CZ805 的射击选择钮或者说保险也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它拥有半自动、2连发、全自动、保险4个档位，在实战中对于中近距离的目标2发点射，并不像 M16A2 的3发点射一样，在第3发的情况下会严重偏离瞄准点，这为士兵们提供了相对精准可控的火力，并且依然保留了全自动发射模式，也就意味着当士兵们需要对目标进行全自动火力压制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只有3连发而没有全自动，导致无法持续压制敌人的窘境。作为新时代设计的步枪， CZ805 一开始就考虑了额外的附加辅助设备。实战证明，包括雷射、握把、枪灯以及瞄准镜在内的零件可以有效地增加士兵的作战能力。但比较遗憾的是， CZ805 的结构和传统 AR15 不一样。传统 AR15 分为上下机匣和鱼骨，鱼骨可以布置的皮卡丁尼导轨较长，可以携带更大的设备，而 CZ805 只有上下机匣，上机匣拥有全通导轨，侧面导轨因为布局问题只能携带一些较小的附件，但好在这样的布局并没有造成什么切实的麻烦。
除了5.56毫米的 CZ805 之外，另外一款被大规模采购的 CZ805 实际上是一款发射 7.62×39毫米 M43AK 弹的 CZ805。它的采购单位并不是什么传统使用 AK 武器的国家，而是法国。法国 GIGN 采购了这种步枪，做一定程度上的火力补充，因为他们认为在之前发生的理查周刊事件中使用的5.56子弹对非着甲人员的停止作用十分薄弱，需要更大的弹头携带更大的动能来一击制敌。而目前最大的 CZ805 的海外使用案例，基本上除了法国就属乌克兰了。2024年2月23日，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宣布与 CZ 进行合作，签署了许可证转让意向协议。该协议将使乌克兰公司能够在乌克兰组装北约标准步枪，特别是 CZ-Bren-2 型。在战场上，乌军使用的一般是 5.56毫米口径的 CZ805 步枪，短活塞导器为这支步枪提供了出色的勤务可维护性，以及在恶劣环境下让枪膛内部始终保持清洁的能力。乌军士兵对这支步枪几乎是交口称赞，称其为未来的第一突击步枪也毫不为过。但这个时候，有些人就要说，之所以 CZ805 如此优秀，无非就是抄袭了比利时 FN SCAR 的结构，二者的枪机结构、外形设计基本大差不差。那真的是这样吗？虽然 FN SCAR 和 CZ805 同为短活塞导器、多突损枪机以及可调节导气箍。从外观上看，二者也都是上下机匣折叠枪托设计，但二者的设计理念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可以承认 CZ805 的枪机在设计阶段确实部分参考了 SCAR， 但是就成品来看， CZ805 的枪机和 SCAR 还是有实际上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 SCAR 的机匣是由航空铝挤压而成，其充分考虑到了减重的问题，而 CZ805 为了可靠，更为了引导枪机框，所以使用了航空铝铸造，并在内部添加导轨。在枪机方面，虽然二者都采用了悬挂式枪机，也就是枪机框导轨位于抛壳窗上方，但是 CZ805 的自动机比 SCAR 偏短，也没有做到防跳处理，而 SCAR 的枪机则内部填充了乌纱，用来当做枪机防跳处理。总的来说， CZ805 的枪机有点类似于简化版的 SCAR 枪机，并且设计人员在这里也做出了简化设计，提高单位时间内产量的想法。所以说 CZ805 和 SCAR 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如果说 SCAR 是一台性能小钢炮，那么 CZ805 就是一台舒适小轿车，二者的取向是截然不同，而你也无法让舒适型轿车做到性能钢炮的程度，所以让这两种步枪相比较，或者说谁抄袭谁是不严谨的。而在枪械设计中，够用就已经是最好了，而这也是 CZ805 在乌克兰取得一致好评的秘诀。够用的性能，可靠的设计，无不昭示着这把枪延续了捷克武器在世界上的地位。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视频见。